我每年看到财务报表，我都觉得哇，这个是令人惊叹，因为你成立时间很短，但是不断的就交出好成绩单。去年宏德能源的 EPS 达到8块钱以上，今年前3季单。各位财讯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金河，欢迎再度收看老谢开讲。这个礼拜的单元，我们特别邀请到宏德能源的周世昌总经理来跟大家介绍宏德能源的新的营运的形态。那么最近呢，我们也看到宏德跟全家合作，要在台南屏风店打造全台首家微电网示范的超商。过去台湾的台电呢，它几乎一家独撑啊，就台湾跟电有关的都跟台电有关。那么现在呢，我们有很多新型的能源公司，那么在这些年当中，我们也看到宏德能源从2016年成立到现在，它的业绩都令人刮目相看。我记得到去年宏德能源的 EPS 达到8块钱以上，他们一群年轻人，大家不断的努力，在短短的6-7年的光景，让宏德能源呢成为台湾一家非常绩优的公司。我想这样的背后的成功的历程呢，今天特别邀请到周总经理来跟大家完整来介绍。周总好。社长好，感谢哦，今天你百忙当中来到我们摄影棚啊，特别请教你，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看到银豹也好，宏德也好，其实你们现在都到创新版了。那我相信这也是一个台湾在新能源转型路上所诞生的非常值得尊敬的公司。尤其宏德在过去几年，我每年看到财务报表，我都觉得哇，这个是令人惊叹，因为你成立时间很短，但是不断的就交出好成绩单。我们一开始先请你来介绍一下宏德能源它的营运的模式。我想现在我们也看到你会变成一家整合的系统的电力公司啊。那这个就是说，现在包括太阳能啦、储能啦、电动车的充电桩啦，这种能源管理体系呢，我看你建筑的非常完整。到目前为止，可能也还有很多的我们投资朋友对宏德能源的运作模式啊还是很陌生。这一点请你来跟大家来说明一下好不好？首先我来说明一下再生能源这个全世界在推，那在推的原因，那就是以前哪里先发展了工业，然后就会有污染，那哪里先污染了就会先推政策，所以这个再生能源的发展是从 FIT 政策开始的。美国污染了到日本去，日本再到亚洲4小龙来，所以第一个为了解决污染的问题，第二个时候是为了解决经济的问题，就会有这个后 FIT 时代的演化。什么叫后 FIT？ 大家都要买绿电，所以要买绿电，那就会台湾开始发展这个双边合同，所以就回来这个电力系统电力交易相关架构。对所以就必须有不同的市场的单位，像日本是以30分钟一盘，那澳洲是用5分钟一盘，那台湾是15分钟一盘，发的电跟用的电必须匹配。对那没办法匹配的时候，那就回到现货市场去，所以这个时候就必须有规则刚才讲单位叫股票在台湾有这个新贵市场是用撮合制的，在电力市场有日前市场、时前市场，也有现货市场。成熟国家都有现货市场，台湾没有现货市场。台湾的绿电怎么买呢？台湾就有独特的这个交易模式。我特别请教你，比方说现在台积电它一直要讲RE100，它要完全使用绿电，大家也在抱怨说台湾的绿电都被台积电买光了。台积电如果它买绿电是怎么样的平台或交易的方式？台积电因为它用电超大所以你的发电的电量基本上它所有时间都可以满足。对。可是除了台积电可以做这件事以外，其他公司没办法。对。所以就必须有电力服务的公司来帮忙解决这个问题。那电力服务就是所谓的电力批发业，比如说中午12点你需要100度电，对，你晚上需要200度电，可是你的发电是在中午你又发了200度电，你必须透过电力辅助服务。电力辅助服务就是你多发的电在那个时候储存下来。国际的中午的电通常是负电价，发出来的电你必须存下来，不然你要付政府钱。所以在这个时候不匹配的时候，必须有这个辅助行业来针对于客户做服务，让你在晚上可以买到绿电，实现 RE100。所以宏德从刚才第一个讲双边合同，我们就有第一个公司叫做新兴电力来做电力服务。那合同有需求量跟价不匹配的时间，我们就必须发展这个电力辅助服务所以宏德又有一个叫做批发业的公司叫新佑能源针对于早上发的电、中午的发电要移到晚上，怎么提供服务，让所有的人都可以实现 RE100。所以你们这个
就是等于不同性质所组成的不同的公司嘛。是，像这样的公司大概都是母公司100%的控股嘛。是都是。所以这个形态是大家要弄清楚的。所以我相信像类似新优能源这样，你从 ESS 的储能系统到能源管理的系统啊，这个是大概就电力管理系统公司嘛，对不对？对，早期因为电力都是用计划性生产的，用燃煤啊、燃核来发电，都是计划什么时间要多少电可以匹配。可是现在因为再生能源是间歇性能源，必须发展所谓的储能行业发的电在什么时候先存下来，配合时间电价光充储。为什么一定要储能？因为储能是协助价格匹配的一个工具。储的成本如果一度是2块，晚上要卖10块的电，那你怎么去把中午的电搬过来？所以我们的电力服务公司都是技术导向的。第一个是双边合同的新兴电力有售电牌照，第二个是做批发业的这个 aggregator 新佑能源，当这个售电业 retail 的价格不平衡的时候，它提供批发服务。在成熟国家价格不匹配，你卖的电卖超多的时候没买到，其实是有罚金的就像日本出现去年一度电280块日币像在澳洲一度电出现300-400块台币所以它就会赔钱。所以你看到必须靠这个电力机制。我相信如果从台湾电力的发展的里程碑来看，以前是一家台电独撑大局嘛，它没有别的竞争者。那现在开始台电要做电网，然后慢慢的释出很多功能嘛，就原来产电跟售电可能未来的法规会把它分开嘛。那第二个就是说，以前我们大概只是从国外进口煤或天然气烧了就变成电是，那很单纯嘛那后面开始有所谓的离岸风力发电或太阳能的力电刚开始其实大家都看不懂，很多人比方说有一些火电帮他就认为说小英总统把塑造的钱扔到大海里面去嘛我们现在也看到259只离岸风力发电的轰机耸立在海上它的发电量大概1 GW 有了我看太阳能大概到4.5 GW， 力电的产生是台湾从来没有见过的一个新的景象那我相信走到这里为止，其实现在大家知道力电很重要，如果你没有力电 ESG RE100 你将来怎么能够落实最近太阳能的发展有很多地方的阻碍尤其最近的政治纷扰当中很多脚步大概都放下来。那离岸风力发电也有很多业者现在因为以前利率很低现在利率很高，那这种离岸风力发电的风场一投资都几百亿上千亿，这个对资金成本也带来很大的压力。在力能产业的路上，它有一些路障，有没有比较好的克服的机会？第一个就是回来政府针对于土地、农地、农用这件事情，其实已经有做很好的规范了现在政府把这些农地，特别是优良农田划分出来，不能做变更了。对，所以现在政府主推渔电共生那今年就宏德层面的渔温地都是大丰收因为大家会想说，是不是渔温地没办法一地二用？那现在我们实验出来的结果是丰收的。然后第二个，与渔民争地这件事情，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像我们开发的岸场，其实是废弃的渔温地。我把它开发出来。如果是有既有养殖的渔民的话，我们都是既有养殖户优先。所以在这个生态上的平衡，居民及这个电力发展的平衡，我相信是做得非常好的。那当然还是有少数的人大家不一定支持。那不过我觉得透过这个大家看到事实比如说丰收的结果那很多渔民还是有工作的机会。因为有很多地方原来他们收入很少因为这种渔电共生或者农电共生以后，我问过很多人了，他们现在收入都增加很多。对，主要是地主的收入一定大幅的增加。那渔民其实现在，如果你愿意养很多的土地的租金也是大幅的下降的。所以我认为整个生态是完整的包含这个生态里面有没有鸟类会影响，事实上都没有对对对，所以很多疑问，他说那鱼会死那个离岸风力发电很多人说海上很多漂了什么这个鱼实际的状况怎么回事这个是其实有待大家更进一步厘清了但是刚刚周总在介绍的时候，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力能的发展，包括水力发电这个其实都有天后嘛就是说好太阳能的晚上没有了但是你白天发的电你一定要储能台湾在这几年当中，我相信介入储能的公司非常的多。我们现在大概在储能的系统的建制，包括电池，
我们大概实力现在到什么样的程度？好，那因为这个我们必须支持台湾本地化生产哦，全世界大家都在讲在地化，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这个组装厂，所以宏德在这边在台南已经建置了一个厂房，针对于储能柜的系统、充电桩的系统，我们都在台湾在地化生产。那特别最重视的资安的问题我们都采用台湾的通讯设备，因为电力其实是国安问题所以我们已经做到在地化这件事情了。储能必须有自己的国产化的品牌，在做品牌这条路是这样，就是说我们推的目标是家家光冲除，户户碳中和。为什么要发展光冲除呢？因为所有东西都必须透过一个系统来整合，就是早期台湾 PC 行业有人做 CPU， 有人做主机板，有人做风扇，那把它组成就是一个系统。那未来光冲除其实也有一个系统，在硬体部分我们会开始发展自己的硬体的品牌，然后搭配云端云端里面就是预测天气，预测这个未来的负载，然后把这些资料透过云端传到这个边缘运算器组成的光冲除系统，达到电力的平衡。所以宏德在这部分的努力，就是说双边合同的新兴公司，到新幼批发业的聚合公司，到做充电的新洲公司都是软体的。现在你们充电桩的业务大概占的比重多高？现在我们在台湾的市占率应该在前5大之内。对，我们现在的这个充电桩布局已经环岛了，在东边我们跟所有的火车站合作，西边我们跟全家合作，跟不同的百货公司合作，我们还有专用站充电的电力服务，这个市场非常大的，多大呢？一年大概有1兆。好，你们这一次跟全家的合作，这里面台南屏风店的全台首家微电网示范超商，这个是一个非常新颖的营运的模式啊。那我想对新能源的公司来跟便利超商合作这个营运的方式是怎么样一个运作？好，就是说，因为大家都要追求碳中和，对那全家是一个负载相对于比较小的，对它不是像制造业被它的供应链要求说要大量用绿电所以在这样的负载下，我们在它的屋顶上配置的光电搭配储能跟充电，我再从少部分的从外购的电来我有这个我的售电公司把电租过来，我就可以开始 demo 一个100%绿电碳中和的超商。那为什么最后还要搭配一个充电呢？因为未来碳中和的3个目标谈的就是碳足迹的运送过程中是不是也用了绿电。那特别在这边我们还有一个新的科技，就是说我的电动车的电可以用回来这个场域所以你充的电如果是绿电的时候，回来把电再供回来这个全家。所以我们在全家这边展现的是台湾有这样子的能力也做光冲除的整合，我们也可以实现从一个小的 project site 去实现碳中和。我们现在在使用绿电大概都讲企业，那对一般的家庭或个人比方说我们现在碳税嘛是碳足迹的捕捉是大概都有很多的新的模式这个如何结合能够让一般老百姓也感受到它进入到绿能的世界？要实现刚才讲的家家光冲除，户户碳中和，就必须靠小的储能、小的家用的充电设备，甚至家里要装智慧电表也可以去买绿电。在这样的生态系下设备的价格很重要。现在这个系统的原物料大降，电子的价格大降从每公吨5万块对到现在1万多块，对，剩下20%。我看宁德时代股价一直跌对，所以这个原物料大降表示这个商业机会开始要 booming 了也因为这样大降了以后，我们开始可以让储存的成本的度电成本降得非常低，目前看起来大概1-2块就可以了所以大家就可以开始去想说我要不要导入储能的设备了。我们推估未来一个小储能10度电也是一台电视机的价格，那就可以普及了。这个时候储能进入家庭就是了。对，也必须搭配2个政策，一个是政府要推现货市场，大家可以在现货里面去套地，必须有交易的这个规则出来，一年可以赚7-8千块，我4年回本5年回本。现在这个装置大概慢慢产品出来了，那我最近也感觉到就是说很多的新大楼，如果你一开始配有这样的一个装置，包括充电桩都一样。我最近也感受到，像我那个大楼20年，现在要开始讨论充电桩，分2派有一个认为一定非做不可，或者大楼以后不值钱了，但是有人都觉得反对，他说不安全要不然就是觉得用不多了所以那个抗力还是有，而且现在规定要装置充电桩那个比例要非常高，像75%，这个难度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如何在这样的一个环节当中对绿能的使用能够全民化？
其实我们回想40-50年前啊，家里没有电视机，对啊，电梯不肯坐啊，没有电冰箱啊，所以就需要一个品牌商啊，然后认证完了以后，工厂里面的东西是不是有保险公司可以履约？所以我们推估未来一定会有一个品牌。所以你现在5大事业群那个品牌的运作，这个你可以深入来跟我们解释一下。是，所以5大事业群，第一个叫做开发及工程，就是把电站开发好、盖好以后，透过资产管理找了寿险合作，我拿到了售电权，我就可以发展电力服务。电力服务讲的就是双边合同，已经有很多售电权去卖给不同的人，在政府的交易规则下去做，回来有这个大的硬体的需求以后，就会从量变到质变，就是回来只有商用的，大家需要充电桩跟储能设备。40年前没有的家电现在都有，40年后我们认为家家都会有充电桩，家家都会有储能，所以宏德在发展品牌这件事情，我们想推一个充电的品牌Titan， 我的品牌可以解决你的能源的问题，光充储的问题，可以解决你碳中和的问题。我把这个品牌推出来，从台湾开始，我们希望能够复制到国外去。所以第5个品牌就是国际电力交易。那台湾最厉害的其实就是制造业，以前台湾要跨入能源业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们没有资源，我们没有煤矿啊，我们没有石油啊，所以我们不能做能源业。可是未来的能源业是什么呢？是你只要能够管好物联网，做好供应链管理，生产低价的储能跟充电桩设备的话，你把你的储能的度电成本控制好，你就可以做国际的电力交易，预测未来价格波动，里面去套利。所以宏德的布局透过这5大事业，目前我们锁定的就是日本跟澳洲的市场。你们在日本其实打了很好的基础，就是说宏德能源在创立的初期的有一群人大概从日本得到很多的经验然后回台湾，然后呢我也看到你们团队现在在台湾来讲，一群年轻人大家共同创业，而且呢成效卓著那这个就是说在台湾你们现在刚刚讲的澳洲、日本，其实也将来很可能都变成你们的腹地然后从台湾征战全球。我想宏德这样的一个未来的经营的轮廓你们的目标希望达到什么样一个发展目标？回来最重要的目标是想建立宏德的品牌，一个能源物联网的品牌。做碳中和的解决方案，本来是只有这个叫做 FIT 政策，用了光电板去卖电给政府，未来会有所谓的储能行业卖电给不同的这个售电公司。所以宏德的目标希望打造一个从台湾开始，然后在不同国家发展能源物联网所以我们说我们是新石油公司，以前要靠石油来卖能源所以我们透过物联网还有光充储的系统的硬体来达到这个品牌的价值。好，这个光充储就是其实这个运作其实非常新颖，就是说我们以前卖电只是跟台电交易嘛现在宏德从中间脱颖而出你们其实成立时间很短，如果从2016到现在不过7年嘛，那这个7年你们大部分都获利今年还有一个你们到创新版，宏德长期发展的展望，今天刚好有这个机会，也请周总来跟投资市场大家对你们的期待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好，那宏德明年的3月就会满1年了。我们明年3月准备申请转这个上市主板，在这个时候上市对我们来很重要我们现在想去打国际杯。那因为如果我上了主板上市的时候，大家其实就看得到宏德看得到我的财报，看到我的商业的组织的发展对，所以宏德计划明年上市了以后，我希望搭配着我国际的海外业务，有机会发展品牌，复制到日本、到澳洲这是我们现在短期的目标。将来就是大型电力量贩店就是了，是新能源的量贩店。是。我想这个是我看你们充满的年轻壮志而且企图心雄厚。我相信到明年呢，宏德上市以后呢，会得到市场更高度的关注。今天非常感谢周总来对宏德能源呢有非常深入的来给大家认识。那我想大家可以好好期待明年宏德转上市之后呢，会在市场成为大家更高度注目的焦点。今天谢谢周总，也谢谢大家的观赏。下周同一时间，请大家继续收看